Hello，大家好，我是胖虎，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巴黎是个阴天，不过一扫前几天的炎热，今天的气温还挺舒服的。今天我们要干什么呢？今天我要去巴黎试一辆车。那么我们会试什么车呢？我们一会儿一起去看一下吧。好了，我们已经到了今天要试车的地方了。大家已经可以看到了，我今天要试的车就是领克。等了真的是好久好久，终于等来了领克进驻法国。我们今天要试的车，也就是欧洲市场领克推出的唯一一款车，领克01。这个相当于是中期改款版。然后因为我不是一个专业的试车人，我只是真的非常喜欢领克这个品牌，所以今天就来试一下这个车，也算是等了好久，算圆一个梦。然后我们只有大概1个小时的时间来试车，所以我也就是快速的讲一下我自己个人的第一感受吧，不能花太多的时间来给大家讲了。首先，这个欧洲的这个领克01只有2个版本，其实也就是外观上面有不同，其他的都是一样的。然后我其实挺喜欢领克的这个外观的，这个分体式的大灯非常的好看。之前早期的中国版本是底下还有一个雾灯，是有3排灯，现在中期改款变成了2排。感觉更好看了，更加的前脸更加运动了。然后我特别喜欢这里有一条饰条，外观饰条，然后显得那个车更加的运动一些。包括这里大家可以看到，它没有用那种银色的那种饰条，用的是这种蓝色的。感觉上更加的优雅，更加好看一点。然后尾部呢，尾部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然后也是非常有特征的，有特色的。好了，我们外观就大概讲到这里吧，因为外观也是萝卜白菜各有所爱。这个车的前脸刚刚出来的时候也是有很多人喜欢，很多人恨，所以我也就不讲太多了。然后另外讲一下这个领克的钥匙真的很好看，像一个打火机一样，然后非常的精致。OK， 那我们就这样子，我们去试车吧。OK， 那我们现在上车，准备出发。然后因为只有1个小时的试车时间嘛，看一下车的外面，然后真正开的时间也差不多就是30分钟到40分钟左右，所以也不可能说深入的来了解这台车。另外，大家如果真的想了解这台车具体的情况的话，我觉得网上可以找到非常多的视频。先说一下这个领克在法国的售价吧，在法国它是卖41000欧元，也就相当于是如果算汇率是7的话，也就相当于国内的28万、29万的样子。然后我之前在网上看了最新的领克01的国内的售价，差不多是在顶配的话是在21万的样子。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还是可以的，因为要算上，因为领克的所有的车都是在中国领克的工厂生产的，然后运到法国来的，所以算上这些运输费用啊，所有这些，其实我觉得价格还是合理的。然后另外，如果我们看一下法国市场上同样的价格，现在能买到什么？比如说能买到最新款的梅甘娜的全电动的次顶配的车吧。
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买一个这样子的城市中小型的 SUV 还是真的是可以的，毕竟领克的整个的调性还是比较偏豪华的。他们现在还只有领克01这一台车在法国销售。不过刚刚听领克的销售人员说，不久之后极客也会进驻法国市场，这对于我来说真的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其实对我个人来说，我是非常喜欢领克这个品牌的，因为我个人是做汽车的，然后看过很多汽车测评之后，然后包括最近在法国，其实很多欧洲人都对中国的品牌的评价是挺高的，已经不像5年前、10年前那样子，欧洲人听到中国的牌子，然后就会表示怀疑，或者觉得中国的牌子就都是抄袭或者怎么样。现在的中国品牌至少在法国人我认识的人心中的地位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他们觉得中国的车子也开始有了自己的独创性，然后车子的工艺啊各方面也都开始做得很好。我想大家应该知道，最近也有除了领克之外，也有其他的中国品牌来到了法国，比如说名爵。我就有法国同事已经自己买了名爵的电车，然后通过他的驾驶、平时使用，然后他的反馈来说，真的对他来说这个性价比真的非常的高。看着这几年中国汽车行业的发展，我其实内心是感觉非常的自豪的。然后能看到中国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通过电动车行业弯道超车，中国汽车行业的确做到了。这背后有很多默默付出的工程师、生产线上的工人，所以我觉得，作为我个人来说，一个在海外生活工作的华人，我是非常愿意去支持中国自己的品牌的。然后最近也听说比亚迪要宣布参加今年10月份的巴黎车展，然后我也很期待，希望到时候能去亲眼看一看比亚迪的电车。然后在我的心中，除了领克、极客、吉利，比亚迪算是中国自主品牌里面的真的在用心造车的企业。然后因为他的 CEO 也是工程师出身，所以我感觉他们真的是在深耕技术，在寻求创新。所以希望10月份的时候能亲眼在巴黎车展见到比亚迪的电车，然后能亲身的感受一下中国自主品牌汽车的产品力。一会儿马上就要回到领克的巴黎销售中心了，然后一会儿我们简单的给大家看一下领克里面的样子。好了，我们已经回到了领克在巴黎的销售点，然后销售人员帮我把领克01、2022款开出来，让我拍一下里面的样子。好，那我给大家快速的看一下吧。还是简单的说一下我自己个人的感受吧。然后首先呢，我觉得这个领克的内饰的高级感还真的是做出来了。包括这些缝线啊，然后这些饰板，个人觉得都还是挺好看的。然后另外，据说现在领克01的内饰是完全
复制了领克05的版本，然后整体的高级感还是很好的。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后排的空间吧。大家可以看到后排的空间，作为一个中小型的城市 SUV 来说，还是很大的。OK， 再来看一下后面，后备箱的整体的空间也还是可以的。然后因为这辆车的后面是要放那个电机和电池的，所以底下会有一个凸起。但即使这样子，整体后面还是空间还是足够的。然后包括后排可以4/6翻倒，然后翻倒之后是整个是平的，所以我觉得这个车的整体空间是可以的。OK。OK， 那我们内饰就简单的讲到这里吧，一会儿我们再来讲讲整体的感受。OK， 好了，我已经试完车了，然后简单的跟大家讲一下感受吧。我个人觉得，领克还是做出了自己品牌应有的那种豪华感，而且就像刚刚说的，就它现在的这个价格来说，性价比还真的是很高的。说一下，领克现在在巴黎只有一个试车点，然后算是一个销售的交车点，然后它并没有一个 4S 体验店，这个也是有点可惜。希望领克慢慢的能把自己的品牌做大，然后能早点在巴黎开自己的 4S 店。好啦，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啦，我是胖虎，希望大家能够持续关注我的频道，我会持续的给大家分享我在法国的生活、旅游日常。那我们下个视频见吧，拜拜。